短短48小时内，中国铺开阵势，接连暴击霸权，谁该为俄乌冲突负责一目了然。美国毫无代价对华挑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远观察室。美国为什么一直执着于对华挑衅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也就是下意识地从美国自身的原因来分析。比如说，在霸权思维当中即将中国崛起当成威胁，为保住霸权，美国必须对华出手。而在这之中呢，有一个原因通常会被忽视，也就是美国除了滋生挑衅的想法，还将挑衅行为付诸实际。一方面，美国对自身实力有着超高的自信，所以敢出手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出挑战；而另一方面呢，中国面对挑衅克制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的挑衅风气，这是一直被外界忽略的一点。然而现在的情形似乎发生了变化，在短短48小时内，中国铺开阵势，接连向无端指责发出冲击。其一呢，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反驳布林肯的无端指责，扬言一直要访华的布林肯因为气球事件又突然改变了行程。紧接着在其媒体上大肆对华泼脏水，称呢中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支持。对此，我国外交部直接回应，源源不断提供武器是美方，不是中方，这已经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而俄乌冲突延宕的1年多的时间一直坚持对乌军援的是美国，他们是最没有资格指责别国向俄乌战场提供武器的国家。再者说呢，布林肯的指责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毫无根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的中立立场没有改变，而从最新的中乌会谈来看，中方一直在积极地促进双方和谈，相反，一直拱火才是美国才对。而在隔天，中国外长秦刚再次就有关国家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言论予以了呵斥，要求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和甩锅的行径。尽管没有明说，但谁最想借俄乌冲突影响台海，大家呢心里都是有数的。这1年多来呢，美国3番5次的借欧洲局势炒作台海问题，这其中的逻辑很好理解。俄乌冲突的发展让美国自觉扩大了对国际局势的控制权，同样的，美国也从俄乌冲突当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比方说，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让自己竞争的对手陷入战局，有了在欧洲成功实践的案例，美国也想在这其中呢，可以说将这一俄模式复刻到印太，也就是让中国陷入一场战乱。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频繁拿俄乌冲突来类比台海问题的根本原因。但是现在，中国已经用接连的行动向美国发出了空前的警告，霸权再想毫无代价对华挑衅已经不再可能，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果美国执迷不悟，那就别怪中国不客气。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